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上期视频呢，谁在买黄金，谁在买比特币发出去以后呢，评论区里边有两种质疑声音特别集中。第一种呢是散户怎么可能占到 65.9% 呢？比特币不是早就被华尔街给占领了吗？我们现在打开这张图，我想说的是，数据源是来自于 River Research 的研究机构，不是我自己瞎编的，你自己可以在网上查得到。这里边唯一的问题是我找不到2025年的图，2025年的图是需要付费的，所以我用了2024年的图，但是我给出的数据都是最新的。第二种质疑呢更加关键，既然散户占了 65.9%， ETF 和基金加起来才 7.8%， 那么 ETF 怎么可能影响得了比特币的价格呢？这句话听起来很合理，但它犯了一个金融市场里边最常见的错误，把谁持有最多当成了谁决定价格。所以今天的这一期呢，我们只解决一个问题，比特币真正的定价权到底在谁的手里？我们还是先回到这张图里边，这张图说的是比特币的持仓比例，简单来说就是这2100万枚的比特币都躺在谁的口袋里边。你看到这中间的一块黄色的部分 individuals 个人1456万枚的比特币，占总供应的 69.4%。 这个意味着比特币的大部分确实在个人的手里。再往右看，企业91.4万枚的比特币占到 4.4%。 这一部分呢，就是以 MicroStrategy 为代表的那些财库的公司，基金还有 ETF 129万枚的比特币占到 6.1%， 政府呢29.7万枚的比特币占到 1.4%。 还记得柬埔寨的那个电诈之王陈志的比特币吗？他的比特币就是被政府给没收了，就在这里边。左边呢还有几块也很关键，丢失的比特币157万枚的比特币占到 7.5%。 也就是说有一大块币理论上已经死了，不会再参与交易。还有中本聪之类的早期币，以及 To Be Man， 也就是还没有被挖出来的币。你把这些加起来就会发现，表面上看总量是2100万枚，但真正每天在市场里边活跃流动的其实并没你想象的那么多。好了，到了这里，大部分人可能会得出来一个直觉性的结论，既然个人占有 69%， ETF 加上基金才 6%， 那应该是散户控制价格，对吧？错就错在这里，因为这张图讲的是持有结构，并不是交易结构，它更像是一张财产的登记表，告诉你谁家里边放了多少金条，但它并没有告诉你今天谁在市场上买，谁在市场上卖。所以它能解释财富的分布，但它解释不了价格的波动。要解释清楚价格的波动，也就是比特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，我们还要引入两个概念。第一个概念呢是存量，也就是 stock， 谁手里拿着多少。这张图呢就是存量，谁持有最多，谁口袋里的币最多。第二个概念呢是增量 flow， 今天的这一刻谁在买入，谁在卖出。在总量基本固定的市场里边，短期的价格往往由增量所决定。用一句话来总结，就是沉睡的筹码不赖定价，流动的筹码才定价。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是2024年的1月11号，美国比特币现货 ETF 刚刚获批以后不久，11只比特币 ETF 首日合计有大约数亿美元级别的净流入，全天成交额超过40亿美元。同一天呢，比特币价格从大约 4.6 万拉高到 4.9 万，盘中最大的涨幅在 6% 左右。对比一下当时的存量，当时散户手里边的比特币大约是1380万枚，按当时的价格去计算，价值超过6000亿美元。注意到这个矛盾了吗？6000亿的散户的持有量，也就是存量，在那里边摆着，但市场里边当天真正把价格给推上去的是几亿美元的净流入，也就是增量。价格想要的是后者，不是前者。这个就是金融市场里边最底层的规律。定价权不属于拿的最多的人，而属于正在交易的人。根据 Glassnode 的数据上分析，
长期的持有者，也就是1年以上的从来没有过交易过的人，大约占到总供应量的65%。中期的持有者3到12个月约占到20%，短期的活跃的地址小于3个月占到15%。这个意味着什么呢？真正参与日常价格发现的可能只有总供应量的15%到20%。那么市场里面谁是正在成交的人呢？其实只有2类。第一类是原生的比特币市场交易所链上各种现货与衍生品24小时都在换手，这一部分的市场一直存在，也在慢慢的变大，但是变大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。第二类呢，就是 ETF 这个新的入口。ETF 呢，就像一个场外的资金通往加密市场的水渠一样。过去有些机构的资金没有办法进入加密市场，现在呢，可以通过 ETF 这个通道、这个水渠，把钱给它流向比特币的市场。注意，我先把一个误区给它打掉。ETF 不等于机构的资金，很多散户也可以通过券商去买币，比如说 IBIT、FBTC。关键的不是谁在买，而是这些零散的买卖会不会被汇总成净申购、净赎回，最后在现货端去结算。而这个就是为什么 ETF 能在短期的时间之内产生更强的边际冲击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呢，简单讲讲 ETF 的机制，它到底是怎么把分散的买卖最后给它拧成一股绳的，变成净流入或者是净流出，并且传导到比特币的价格上去的。你可以把 ETF 理解成是一个受监管的入口，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入口本身，而它背后有一套把零散交易结算成现货买卖的机制。这个大概有3个步骤。第一步呢是二级市场，绝大多数的人买卖 ETF 是在股票的交易所里边完成的。你买的是 ETF 的份额，这个就像你买一只股票一样。注意，这一步很多的时候只是份额在投资者之间来回换手，你从别人的手里边买走的是 ETF 份额，这个不等于市场立刻买入比特币的现货。所以呢，二级市场有的时候看起来很热闹，但这里边并没有真正的实际的发生比特币的交易。关键在第二步。第二步呢是溢价和折价，也就是价格的偏差。ETF 背后有一个理论的价值，就是它的价格应该跟着比特币现货的价格来走，但市场交易会产生偏差。当买的人特别多， ETF 可能会出现溢价，也就是 ETF 的价格比它本该有的价值更贵一点。当卖的人特别多， ETF 可能会出现折价，也就是 ETF 的价格比它本该有的价值更便宜一点。这个偏差一旦出现，就会轮到第3步的角色的登场。第3步，授权参与商，也就是 AP。AP 呢，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为专业的对齐团队，他们的工作就是把 ETF 的价格拉回到它应该有的位置上去。怎么拉呢？如果 ETF 出现溢价，说明市场对 ETF 的需求太强了，份额不够用了。AP 会去做申购，也就是创建新的 ETF 的份额来满足这个需求。而申购的这一步呢，通常会对应到现货端真实的买入比特币。如果 ETF 出现折价，说明大家在卖，份额太多了。AP 呢会去干什么呢？会去做赎回，把 ETF 的份额回收掉。而赎回的这一步通常会对应到现货端的真实的卖出比特币。所以呢，你就会得出一个非常关键的结果：二级市场看起来是大家在买卖 ETF 份额，但在 AP 的申购赎回的机制下面，这些零散的动作就会被汇总结算，最终呢落到现货端的真实的买卖上面去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盯着净申购和净赎回。净申购的本质上就是现货端的净买入的压力，净赎回就本质上就是现货端的净卖出的压力。我们用一个更生活化的比喻来对比一下这2种模式。直接买币呢，它更像零售，张三买一点，李四卖一点，王五呢再买一点，方向杂，冲击非常分散，很难形成同样强的单向的推动力。ETF 的模式呢更像团购，你表面上看到的是很多零散的在下单，但系统呢最终会给你一个汇总的结果。今天到底是净买还是净卖？市场最怕的不是交易有很多，市场怕的是交易很一致。
净流这种数据往往更接近单向一致的新增的买盘或者是卖盘，所以它更容易在短时间里边推动价格。这个也解释了之前的疑问，为什么散户持有量那么大， ETF 占比那么小，但价格会对 ETF 的净流反应那么明显？因为持有量是存量，价格更敏感的是增量，尤其是那种在关键位置出现的方向明确的增量。我们介绍了 ETF 的机制，但这个不是说 ETF 统治了市场，更准确的说法是 ETF 经常在关键的时候扮演了决定短期方向的那股力量。原因不是它的钱最多，而它的影响会被放大。主要呢有3层的放大机制。第一层是时间集中的效应，比特币现货是24小时交易的，散户买卖很分散，但 ETF 的申购赎回和资金的流入流出更多集中在美股的交易时段，尤其是开盘、收盘这种流动性更敏感的时候。同样是1亿美元的买盘，如果你把它摊开在24小时，你去慢慢的买，市场可以消化，但如果你把它集中在短时间之内集中完成，那么价格呢就更容易被推动一下。所以第一层放大本质上是同样的力量，因为出手更加集中，所以冲击力会更加强大。第二层呢是心理信号的效应。 ETF 净流入净流出本身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市场解读的信号，当出现明显的净流入，很多人会理解成传统的资金在进场，聪明钱在加仓；当出现明显的净流出，很多人呢会理解成机构在撤退，风险偏好在下降。注意重申一下这个关键点， ETF 不等于机构，里面有大量的普通投资者，但市场不会细分到那么精确，市场更在意的是这条管道今天是净流进还是净流出。这种解读呢会放大实际资金流向的影响，有的时候钱本身不算特别大，但信号呢会很强，于是呢情绪会跟上，更多人会跟单，波动就会被放大。第3层是杠杆触发效应。比特币真正放大波动的地方其实不在于现货，而在于衍生品、期货、永续合约、期权，这些市场的规模经常比现货大很多，所以 ETF 的净买入净卖出推动现货的价格动一小步，就可能触发衍生品市场的一连串的反应。比如说突破关键的价位，触发止损，触发强平，触发量化策略的加仓或者是减仓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现货是方向盘，杠杆呢是发动机， ETF 推了方向盘一下，发动机呢就可能波动放大好几倍。我们可以总结一下， ETF 不是因为占比多大才重要，而是因为它的资金在时间上更加集中，在情绪上更容易被解读成信号，在结构上又能触发杠杆市场的连锁反应。这3层叠加起来，就会出现看起来不大的一股净流，却能带来超比例的价格波动。最后再抛出一个更值得警惕也更值得关注的变量，如果你觉得现货 ETF 已经很能影响市场了，那接下来更华尔街的东西是 ETF 的期权。最近纳斯达克正在推动放宽比特币 ETF 期权的持仓限制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件事，允许更大的期权仓位存在，机构能用更完整更大规模的策略工具箱来操作风险和仓位。这里的一个核心的差别就在于，现货 ETF 是你投多少钱就买到多少钱的比特币的敞口，你买1万美元的 ETF 大概就是1万美元的现货敞口。期权不是这样，期权更像是用一笔相对更小的成本去控制一笔更大的价格的敞口，你不需要拿出等额的资金买入现货，也能获得对上涨或下跌的暴露。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现货 ETF 是把钱直接搬进市场，期权呢是用更高的杠杆效率去影响市场的情绪和结构。这会带来一个潜在的后果，当期权仓位规模变大，市场的波动来源就不只是谁在买现货谁在卖现货，还会叠加期权仓位如何对冲，如何被迫调仓。到那一步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，表面上看持有现货的比例并不高，但通过期权和对冲机制，短期波动就会被显著的放大。所以我最近比较关注这个信息，因为 ETF 的期权如果进一步放开，它让
传统的资金会更容易的用更高效率的工具去做策略，去做对冲，也更容易把比特币的波动带进典型的华尔街的节奏，这个将会改变比特币的价格的走向。好的，今天的这期呢，我们把一个容易被误解的问题讲清楚了。第一，持有结构不等于定价权，很多筹码长期不动，他们决定不了今天的价格的波动。真正参与定价的是那一小部分在市场里边持续成交的筹码。第二呢，是短期的价格主要看边际的净流，不是谁总共拿得多，而谁此刻在净买入或者是净卖出。ETF 虽然占比不大，但它经常承载最集中、最可见的边际资金，所以呢，更容易在短期时间之内推动这个行情。第三呢，是影响力会被结构性的放大，资金在时间上的集中，市场对净流的信号的解读，以及衍生品杠杆的连锁反应，三层叠加在一块，会让看起来不算大的净流产生超比例的价格影响。所以看市场别只盯着谁持有最多，要盯着净流在往哪边走。理解边际变化比理解存量结构更加重要，尤其在高杠杆的市场里边，小的触发因素也可能引爆大的波动。好的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期有用，请点赞订阅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